因為他是皇馬球員，而皇馬是西班牙最受愛戴也最遭憎恨的球隊。人們因為維尼修斯身披我們的隊徽而支持他，也有人因為我反對這個隊徽，所以我反對維尼修斯的處境而敵視他。如果你不是維尼修斯的球迷，話題往往不是種族歧視本身，而是維尼修斯是否挑釁。朋友們，讓我們聚焦愈演愈烈的維尼修斯種族主義仇恨事件，而且今天還有新的新聞，說是維尼修斯率先罵了對方。好，具體怎麼回事，咱們慢慢娓娓道來。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點讚、評論、分享和熱推，也感謝您的訂閱，謝謝。最近皇馬維尼修斯在本菲卡遭遇的種族歧視依然鬧得沸沸揚揚。今天據媒體統計，自2021年10月以來，維尼修斯已經被10座球場種族歧視了26次。在本菲卡，維尼修斯被歧视一度導致比賽無法繼續進行。維尼修斯當時離場，坐在替補席上，最終又和隊友們回到球場重新比賽。賽後，當時穆里尼奧将事件歸咎於維尼修斯挑釁，而本菲卡俱樂部還隨後聲稱有人對20歲的阿根廷國腳普雷斯蒂安尼發起了誹謗運動。星期三，歐足聯已經宣布對維尼修斯的指控展開調查，而兩隊將於下周三在伯納烏進行次回合较量。那麼足球場或者生活各地到處都有種族歧视，可維尼修斯似乎受到的特別多，他所遭受的歧視程度簡直令人震驚。根據統計，過去這幾年已經達到了26起，而且發生在西班牙10座不同的球場。正是在本月，西甲也首次正式回应了針對維尼修斯的種族歧視，在當月諾坎普的國家德比後，向巴塞羅那檢察院提起訴訟。其他比較受關注的事件，过去包括2022年9月，在馬德里競技主場的聯賽前後還有比賽中，他遭到了種族主義口號的辱罵。23年1月，一個被裝扮成維尼修斯的人偶被吊在皇馬訓練場附近的一座橋上。25年6月，馬德里競技的激進球迷組織的4名成員被判緩刑。23年5月，在瓦倫西亞主場出現了戲劇性的場面，皇馬客場對陣瓦倫西亞，維尼修斯在比賽暫停期間和球迷後方看台上的一群瓦倫西亞球迷對峙。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上個月的阿爾瓦塞特，這支西乙的球隊在國王杯擊敗了皇馬，比賽中有人向維尼修斯扔香蕉，而俱樂部表示痛苦和羞愧。西班牙足協有一份報告詳細記錄了23年5月的那場比賽中，瓦倫西亞球迷賽前已經有數百名主場球迷在梅斯塔利亞針對維尼修斯，對他使用了惡劣言論，而3名瓦倫西亞球迷被判仇恨罪名成立。然而當事件登上全球頭條後，瓦倫西亞當地許多人認為自己才是更委屈的一方。23年10月，維尼修斯就此案出庭作證，西班牙媒體錯誤報道了他在法庭上的發言。瓦倫西亞隨後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要求維尼修斯道歉。瓦倫西亞當地報紙還指責他撒謊，並且在頭版將他畫成了匹諾曹。25年9月，瓦倫西亞就一部講述維尼修斯反種族歧視鬥爭的網飛紀錄片內容失實起訴了網飛。而23年10月，西班牙的作家、反種族主義的活動家、瓦倫西亞球迷莫哈蓋雷胡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瓦倫西亞這種反應。蓋雷胡說，瓦倫西亞媒體的做法未來會被研究的，他們把瓦倫西亞塑造成受害者，人們要選擇是保護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還是維護球隊的利益，而他們的立場非常明確，他們毫無顧忌地淡化維尼修斯的遭遇和他後來的發言。這種事兒經常發生，有人舉報種族歧視卻被當成小事，被說成誇大其詞，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從未得到深入的審視。而這一次在本菲卡主場的事件後，本菲卡的反應也如出一轍。先是主教練穆里尼奧賽後說，維尼修斯打進那樣精彩的進球後並不滿足，比賽並未結束，打進這樣的進球，你應該以尊重的方式慶祝。而是的，我認為維尼修斯煽動了觀眾和本菲卡的球員，他們之間的對話，普雷斯蒂安尼和維尼修斯，我想保持中立，我不想說我相信普雷斯蒂安尼或者不相信維尼修斯，因為兩人的說法完全不同。我告訴維尼修斯，打進這樣的進球，你只要慶祝，然後走回去就可以了。當他爭論種族歧視時，我告訴他，這家俱樂部歷史上本菲卡最偉大的球員是黑人，葡萄牙傳奇尤西比奧。本菲卡這家俱樂部最不可能的就是種族主義。如果他心裡覺得有什麼種族歧視，這可是本菲卡。有些事兒不對勁兒，因為這種事兒在每個球場都發生，維尼修斯踢過的每一座球場都會出事，總是這樣。
而隨後本菲卡俱樂部發布了聲明，完全沒有提到維尼修斯相關情況，反而否認有關他們的主席魯伊科斯塔在通道和皇馬工作人員發生衝突的報道。接着本菲卡在社交媒體發布了帖子，並附上了視頻，聲稱皇馬球員不可能聽到普雷斯蒂安尼对維尼修斯說的話，稱距離太遠了。但姆巴佩賽後在球場對記者明確表示，他聽到了普雷斯蒂安尼5次說維尼修斯是猴子。周三，在歐足聯宣布展開調查以後，本菲卡再次聲明，表示會配合調查，同時抱怨有人對普雷斯蒂安尼發起了誹謗運動。普雷斯蒂安尼個人也在賽後的社媒上聲明，我想澄清，我從未對維尼修斯發表任何種族主義的侮辱言論，遺憾的是他誤解了他以為聽到的內容，我從未對任何人種族歧視，我對受到皇馬球員的威脅表示遺憾。不過比賽畫面中顯示，本菲卡球迷似乎對維尼修斯做出了猴子的手勢。當被問到本菲卡是否知情時，本菲卡一位俱樂部消息人士表示，他們沒有进一步回應或者調查的計劃。那麼在23年10月，前赤道幾內亞的国腳，現在西班牙的電視評論員奧沃諾接受採訪時就說過，維尼修斯的情況很特殊，因為他是皇馬球員，而皇馬是西班牙最受爱戴也最遭憎恨的球队。人們因為維尼修斯身披我們的队徽而支持他，也有人因為我反对這個隊徽，所以我反對維尼修斯的處境而敵視他。如果你不是維尼修斯的球迷，話題往往不是種族歧視本身，而是維尼修斯是否挑釁。足球太感性了，會激發出人最原始的一面，所以悲劇不斷重演。那麼在針對維尼修斯的歧視事件發生以後，許多其他俱樂部的球迷經常說，皇馬還有姆巴佩，有楚阿梅尼，有羅德里戈等黑人球員，卻沒有遭到這種針對，這並不正確。其實姆巴佩和呂迪格近幾個賽季在西班牙球場也遭到過種族歧視，所以穆里尼奧這次的話和22年9月當時西班牙足球经纪人協會的主席佩德羅·布拉沃在電視節目中的話差不多。當時他說，維尼修斯的進球慶祝對對手不尊重，你必須尊重對手，進球後想跳桑巴就去巴西的桑巴大道，在這裡你要尊重同行，不要耍猴。隨後布拉沃道歉，堅稱自己是在比喻，而節目主持人佩德雷爾幾天後在直播中說，這可能是一句不幸不當的表達，但並非種族主義。至於維尼修斯本人，他在個人社交媒體發帖預言這種道歉總會到來的。維尼修斯說，劇本永遠以道歉和我被誤解了收尾。我認為有些人不喜歡看到一個成功自信按自己方式表達的黑人。有人批評我的舞蹈，但舞蹈不只屬於我。小羅、內馬爾、帕奎塔、格列茲曼、菲利克斯·庫尼亞，巴西的放克歌手、桑巴舞者，拉丁的雷鬼歌手，美国黑人，這些舞蹈是為了慶祝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有人說快樂會惹人煩，一個在歐洲成功的巴西黑人的快樂更讓人不爽。但我求勝的意志，我的笑容，我眼中的光芒遠比這更強大。所以維尼修斯不畏懼批評，頻繁公開指出自己遭受的歧視，這似乎也讓他成為了目標。23年5月，作家蓋雷胡說，人們說維尼修斯是挑釁者，問題更多在於誰是好黑人，誰是壞黑人。在西班牙，黑人只要按照白人社會可接受的標準行事就沒有問題，但一旦你不遵守這些標準，比如你大聲地說出種族歧視和不公，或者出現在他們意想不到的地方，那麼麻煩就来了。那麼這一次周二比賽以後，现任皇马的主帥阿維羅亞表示要全力的支持維尼修斯。他說，如果維尼修斯要求，他會拒絕繼續比賽以示抗議。多名隊友也發聲聲援。本菲卡的球場事件以後，維尼修斯感受到了皇馬的支持，皇馬會爭取實施處罰的。現在要看歐足聯將採取什麼行動。那麼現在在對陣皇馬的賽後，穆里尼奧已經下令本菲卡全隊禁止提及皇家馬德里。為了平息輿論的噪音，穆里尼奧已經要求球員們只專注於即將到來的對陣阿維施镇的聯賽。這支球隊目前排名墊底，距離安全區還有9分之差。現在本菲卡落後葡萄牙聯賽的領頭羊波爾圖7分，落後第2名里斯本競技3分。不過他們在聯賽中保持不敗，近5場4勝1平。而最近英超球隊切爾西將在主場對陣伯恩利。賽前，切爾西的黑人主帥羅塞尼爾也在新聞發布會對維尼修斯進行了支持。他認為種族歧視的人不應該留在足壇。羅塞尼爾說，這件事令人難過，真的令人難過。這件事需要結合背景來看，任何事都必須有背景。
我想說的是，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视，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足球裡，都是不可接受的，完全不可接受。我不會對一項正在調查中的事件發表評論，我不會談論這起具體的事件。我只想說，當你看到一名球員如此難過，就像維尼修斯那樣，那通常是有原因的。我自己也曾經遭受過種族歧视，我知道很多人都經歷過。人們必須明白，當你因為一件本應該引以為傲的東西而被評判的時候，那種感覺是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種族歧視有它的歷史根源。作為切爾西這家偉大俱樂部的主教練，我必須表明立场。任何球員、教練、主教練，一旦被證實存在種族歧視，就不應該再從事足球行業。對我來說就是這麼簡單。但我絕對不會在調查仍在進行的时候，对某一起事件妄加評判。說真的，羅塞尼斯這個主教練老 K 是越來越欣賞了，他的情商、應對媒體的能力是真牛。好的，過去曾經代表法國隊出戰了142場的傳奇後衛老圖拉姆，他自己也長期致力於反種族主義的事業。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本菲卡主教練穆里尼奧。在他看來，穆里尼奧正是阻礙反種族主義鬥爭的白人優越感的典型代表。图拉姆说：“我只想說，現在是2026年了，可我們依然能在球場上羞辱黑人。種族主義本質上就是羞辱，而且我注意到。”大家居然還在質疑事實。維尼修斯陳述了事實，姆巴佩也陳述了事實，但這還不夠，懷疑依然存在，大家好像不敢確定。當晚的畫面我全都看了，我再一次看到一個白人把黑人叫做猴子。我平靜坦然地說出這句話，因為種族主義的歷史就是如此，你會因為膚色而被貶低。我很欣賞姆巴佩直接對峙那名本菲卡球員的方式，對方當時羞愧難當。作為受害者，你就該站出來，就該回應，不要再躲躲藏藏。我們不和種族主義談判，不和暴力妥協，羞恥必須站到另一邊去。我特別想提到穆里尼奧的言論，因為他的話恰恰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止步不前。穆里尼奧是名帥，職業生涯輝煌，他也帶過很多黑人球員，但這不妨礙他做兩件事：第一，質疑種族主義事件的真實性；第二，通過維尼修斯的慶祝方式暗示受害者本身有責任。他怎麼能說出這種話？穆里尼奧先生，你憑什麼決定維尼修斯有權做什麼，沒權做什麼？這種評判裡藏着白人的優越感和自戀。維尼修斯遭遇的種族主義和他的行為無關，只和他的膚色有關。你以為在學校、在球場上被歧視的孩子是因為行為有問題嗎？不是的。難道要維尼修斯要所有的孩子換一種膚色踢球才可以嗎？穆里尼奧暗示錯在維尼修斯，是他自找的。這是徹頭徹尾的暴力。部分白人身上的這種優越感，讓他們永遠無法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他們多一點謙卑都做不到。好吧，那麼現在穆里尼奧被捲入其中，他也將缺席本菲卡对陣阿維什鎮的葡超賽前新聞發布會。他對此事的表態引發了廣泛的批評，而皇馬官方宣布已經向歐足聯提交了所有可以用的證據，來證明維尼修斯在對陣本菲卡的比賽中遭遇了種族歧視。現在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也更新了社媒，就這件事情做出了回應。目前看來，整個事件越演越烈，向着保護維尼修斯的方向在發展。而維尼修斯自己今天倒是有報紙登出，維尼修斯被疑似種族歧视之前，他曾经在比賽中对着普雷斯蒂安尼喊怂包膽小如鼠的垃圾。那麼在比賽中，場邊的一台攝像機是捕捉到了維尼修斯和阿根廷球員發生口角的瞬間。這段畫面發生在普雷斯蒂安尼用球衣捂住嘴之前，所以維尼修斯的這句侮辱應該對隨後歐足聯的調查也會非常有用。好，另一方面讓我們輕鬆一點，關於皇馬的新聞，阿諾德在近期的歐冠淘汰賽附加賽對陣本菲卡的比賽中，他的球鞋出現了特別的細節設計。阿諾德在球鞋外側印上了他已故的利物浦隊友若塔的球衣號碼20，並且在號碼後面加入了象徵永恆的符號，來表達對昔日隊友的緬懷。阿諾德和若塔過去在利物浦的時候就是至交好友，他們還是疫情期間2020年停賽的時候組織的非法友誼賽的冠亞軍，所以針對若塔的回憶，每一位球員都是有情有義。好的，皇馬將在2月21日客場對陣奧薩蘇納。目前的積分榜上，他們已經反超了巴塞羅那，領先2分。而巴薩的主教練弗里克今天和球隊開會，他明確表示不會放棄自己的比賽理念，並且他要求球員們要重新找回比賽的強度、戰術的紀律和進攻的效率。
在本賽季初球隊遭遇大面積傷病的時候，弗里克沒有放棄，而現在雖然接連遭遇了2場慘痛的失利之後，連續輸給了馬德里競技和赫羅納，甚至巴薩因此將聯賽的榜首位置讓給了皇馬，可是弗里克也不會放棄。弗里克自己很清楚，正是他的比賽理念帶領着球隊上賽季拿到了國內的3冠王，而且只要執行得當，本賽季巴薩是可以複製成功的。所以周四他進行了長達1小時的會談，將這一點告知了球員們。會談恰好在今天訓練開始前進行，在詳細分析了巴塞羅那在大都會球場犯下的錯誤，並且在第2天的訓練中嚴厲批評了球員們之後，弗里克明確表示，如果巴塞羅那仍然像對陣馬競上半場那樣踢球，就不可能複製上賽季的表現。而在輸給赫羅納之後，弗里克選擇給球員們放了2天假，他希望球員們調整狀態，重啟自己，並且以全新的心態迎接賽季最後的決定性階段。巴薩主帥強調自己的比賽理念不容放棄，當務之急是要找回比赛強度。現在看來弗里克是很强硬，但是球員們竟然已經公開地表達了不滿，看來这個矛盾不會輕易的結束，除非皇馬輸球巴薩贏球，又能拿回聯賽的榜首。可如果結果恰恰相反呢？如果積分差距被拉大，那麼巴薩內部的矛盾可能還會爆炸。另一方面，巴塞羅那對拉什福德的事試圖壓價，他相信球員會向曼聯推動完成永久轉會。曼聯認為拉什福德如今的身價已經接近5000萬英鎊，他自去年夏天租借加盟巴薩以後，35次出場打入了10個球，還重新回到了圖赫爾的英格蘭隊陣容當中。可巴塞羅那正試圖在3000萬歐元的買斷條款之下，還要進行壓價的談判。不過曼聯堅持這個價格已經極具性價比，預計巴塞羅那最終會全額支付。曼聯現在的立場是，要麼你就接受，要麼就作罷。不過幾方都一致認為，拉什福德在老特拉福德已經沒有未來。最近巴塞羅那的2個邊後衛巴爾德和孔德的狀態，教練組很擔心，並且因為長期積累的比賽，巴爾德和孔德精神和身體上的疲憊也值得擔心。現在巴塞羅那教練組將坎塞洛視為在接下來的比賽中潛在的一個關鍵解決方案。31歲的坎塞洛到了巴塞羅那之後只首發了2場，就目前的表現看，他的狀態也不好。未來幾天巴塞羅那將連續遭遇萊萬特、比利亞雷亞爾和馬德里競技，關鍵的時候幾個後衛能不能頂得住，這將決定本賽季西甲聯賽的歸屬。但另一方面，為了下個賽季，弗里克主教練已經敦促總監德科必須要和皇馬去正面競爭施洛特貝克，因為弗里克對目前巴薩的幾名防守球員已經失去了信心。今年夏窗，德國主教練弗里克要求要對後防線進行重大調整。那麼巴薩的後衛自己不喜歡，可我们曼聯倒是挺欣賞的。現在曼聯的高層維維爾已經就巴爾德提出了轉會建議，不過球員本人倒希望留在巴塞羅那。現在任何正式的談判還沒有開始。另外，關於萊比錫19歲的前鋒小將迪奧曼德的爭奪戰，現在萊比錫隊已經開出要價達到了1億歐元，超過了拜仁慕尼黑的承受範圍，但是英超的幾家俱樂部能夠負擔。目前多家追求者都認為萊比錫方面對迪奧曼德的標價1億歐元不會成為最終的轉會費，而現在包括曼聯在內的許多俱樂部都預計他的成交價會接近6000萬到7000萬歐元。迪奧曼德本賽季在聯賽首發出戰了16場，已經有8個進球4個助攻。現在對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拜仁、曼聯、利物浦和曼城。好，今天關於曼聯主教練的局面，一些名帥候選人比如图赫爾、安切洛蒂、恩里克都即將續約，所以卡里克在曼聯轉正的局面已經悄然發生了轉變。現在就曼聯球迷們自己來看如果請不到安切洛蒂的話，也許卡里克就是曼聯最好的選擇。至於他是不是長期主帥，目前還判斷不出來，但他2次救火交出來的答卷都是滿分，1個字穩。和主教練卡里克的性格一模一樣，他頭腦清晰，打法非常明確。如果本賽季曼聯最後能夠進歐冠，那管理層我預計大概率會把他轉正，到時候很可能會出現分工，卡里克負責戰術訓練、臨場和團隊規劃，而曼聯的其他管理層高層負責進行買人賣人。現在曼聯預計今年夏天會引進1名多面手的左後衛，還有2名經驗豐富的中場球員，還需要1名左邊鋒和1名前鋒。另外，關於隊內的馬奎爾的情況，未來幾周會明朗。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曼聯傾向於留下馬奎爾，財政方面應該不會有問題，因為馬奎爾本人非常希望留在曼聯。那麼曼聯已經在為伯恩茅斯19歲的小將前鋒克魯皮做準備。
而球員最近也更換了自己的經紀人，這表明他也在為夏季轉會做準備。除了曼聯之外，阿森納、大巴黎、皇馬、切爾西和利物浦都在關注克魯皮。而曼聯在今年夏天中場重組的首要目標仍然是埃里奧特·安德森。安德森的身價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這取決於下賽季諾丁漢森林參加什麼級別的聯賽。好，讓我們關心一下阿森納的熱蘇斯。在上一場跌宕起伏的英超平局之後，狼隊和阿森納的球員爆發了衝突。热蘇斯本來是倒地不起，但听到裁判中场哨響以後，跳起來和對手爆發了肢體的衝突。當時引發了雙方球員的混戰，熱蘇斯情緒失控，推倒了狼隊的後衛莫斯克拉，而馬特烏斯尼塞隨即上前將熱蘇斯推開作為報復。熱蘇斯因為推搡吃到了黃牌，雙方的爭執在哨響以後仍然持續了很久。這一幕最直觀地說明，當時阿森納的球員在客場被逼平之後已經徹底失控。考慮到當時阿森納的局勢，以及曼聯只要能夠擊敗紐卡斯爾，就會把分差縮小到2分，所以阿森納球員的情緒失控也是情有可原。而最關鍵的時候，本周末托特納姆熱刺主場對陣阿森納，北倫敦德比。這場球老 K 必須猜阿森納獲勝，原因嘛，評論員保羅·莫森說得非常好。莫森說，這一場就算熱刺沒有贏球，也不會讓人吃驚。熱刺如果輸了，無人會在意，所以壓力全在阿森納身上。好，最近在隊內薩卡續約以後，本賽季阿森納隊內的周薪榜，稅前呀，薩卡是30萬英鎊，哈弗茨是28萬英鎊，热蘇斯26.5萬，薩里巴25萬，厄德高24萬，賴斯24萬，泽凱赖是20萬，埃泽18万，馬丁內利18萬，特羅薩德18萬。本懷特15萬，加布里埃爾15萬，馬杜埃凱15萬，梅里諾13萬，卡拉菲奧里12萬，拉亞10萬，廷贝爾9萬，苏比门迪7.5萬。所以從队內工資可以看出來，加布里埃爾15萬英鎊的周薪真的是太低了。而蘇比门迪的經紀人太無能了，7萬英鎊的周薪，還有因卡皮耶才6.5萬英鎊的周薪，這就是綜合性價比極高的厄瓜多爾球員。就因為性價比超高，所以厄瓜多爾球員現在是國際轉會市場上人見人愛的香饽饽。因卡皮耶这麼低的薪水和他這麼高光的表現，絕對物超所值。還有廷貝爾的9萬英鎊周薪，相比之下也太低了。好的，馬上又是足球周末，當接近3月份，英超和西甲的榜首之爭已經白熱化。曼城、阿森納、巴塞羅那、皇家馬德里，在目前這個階段，各支球隊都因為傷病和疲憊，想要繼續連勝困難重重，但如果不能取得連勝，就等於將冠軍拱手送給對手。最近有意思的是呀，著名的評論員曼城名宿理查茲，他最為人熟知的是在曼城效力了10年，並在2019年掛靴以後成為俱樂部大使。但是在周三阿森納比賽進行的時候，他正在 CBS 體育解說歐冠的賽事，可在得知狼隊讀秒絕平以後，理查茲的神情十分沮喪，這引發了熱議。當時主持人凱特對理查茲說，你看起來很絕望啊，你還好嗎？利物浦的名宿卡拉格補充道，你難過什麼？你可是曼城的人呀。而理查茲笑着回答，我就是希望阿森納能踢好。然而理查茲這樣的反應引發了曼城球迷的強烈不滿，他們無法理解為何自己俱樂部的大使會在阿森納丟分的時候出現這樣的反應。有球迷寫道，這完全不可接受，難以置信。想象一下，你的俱樂部拿着薪水的大使公然支持各項賽事的争冠对手，曼城趕緊處理吧。另一位球迷評論道，曼城做正確的事，這個人不配當我們的大使，我們正在爭冠，而我們所謂的大使卻在為對手叫好，讓他離俱樂部遠一點。還有球迷寫道，曼城他憑什麼當俱樂部大使？解雇他，讓喬哈特來。還有球迷寫道，理查茲好歹是俱樂部大使啊，他簡直是個小丑。這件事讓人想起，儘管理查茲和曼城密不可分，但他過去曾經透露過，他從小就是阿森納球迷，至今仍然是北倫敦球隊阿森納的秘密粉絲。在2025年，在節目中被拳擊手托尼貝盧問到真正支持哪支球隊時，理查茲回應道，我支持誰？哦，那得看我是在鏡頭外還是鏡頭內。理查茲還說自己在電視上工作的時候支持曼城，而當主持人羅梅什蘭加納坦開玩笑地說他鏡頭外就是阿森納球迷時，理查茲當時回答，沒錯。好吧，太有意思了，這樣的足球新聞陪着大家每一天，人生的日子怎能不快活？所以大家春節期間繼續的新年快樂，感謝您的支持、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讓我們明天再見。